规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番规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一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番规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应渊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句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应渊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，特别的辛苦，
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严旦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、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。小人。没想到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严旦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，是个正人君子。芷溪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这第一章是写九岐两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二人的死别。也不知道中间四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我的鸡巴！我的西门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地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岐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
你居然知道九旗！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哎，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，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。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2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带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得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，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，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二位仙友，救救我！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
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盗死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啊！小心！云墨，林丹，你先别过来，太危险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没事的。此法术只有高阶上仙才能解，你快去帮我请他们吧。我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？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废话？这神树怕火，只有用炎咒才能对付，你会不会啊？这种高阶仙法我哪会啊？云墨，你会不会？他怎么可能会啊？他是水族，而且钢化人，根本不会这个火系法术。那你赶紧去叫人啊！我在这看着他。等我！快去快去！激动仙君，救命啊！激动仙君，救命啊！好了，都没事了。多谢仙君今日出手相助，若不是您的话，我朋友不是死在魔族手里，就是被这神树给吸死了。快，没错没错。谢谢仙君。多谢星君。在下乃藏书阁长师陆明，这2位仙士都是我的好友，他们最近正在写一出关于创世之战的折子戏，所以未守天条，擅闯了禁地。不知星君能否手下留情？若不是你们今夜前来，一定抓不到这2个魔族的细作。对上我自有说法，你们3人放心即可。是，星君真是德厚流光，我们无不感激。好了，早些回宫疗伤吧，下次不可再淘气了。谢仙君。哎，如此好脾气的上仙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啊，我之前觉得北冥仙君已经够好了，没想到今日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上仙风范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基督星君还阶乃是上仙，且仙法十分高深，仅次于4大帝君，而且为人霁月清风，温柔风雅，对再低阶的仙士啊都客客气气的，从没有人见他发过火。我们运气真好。这是什么？印章。印章？对啊，我真身的灵力所化，只要我活着，这印章便会莹莹发光。你放心吧，日后有我一日，便有你一日，我一定会关照你的。现下有2件无头案最让我挂心，应元君可知是什么？第一件是细作如何潜进天庭，所以我才带你过来。魔族之人，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这仙界与其他各界皆有结界相隔，9重天与魔族之间的结界更是上世元尊的元神所化，无人可攻破。这些细作法力又不高强，如何进得来？思璇用情至深。他既能将妙法阁的法器丹药运下界，那他自然也能将魔族之人运上9重天。莫非是他盗用了上古神器无双镜？妙法阁遗失的法器当中，正有此物。火德元帅在魔界最偏僻的幽玄之野抓到了思璇。我曾经一直没有想明白，他为何会在那个地方。如此说来，地崖之下正是通往魔界的幽玄之野。地崖是禁地，长日无人，这里就是他最安全的选择。为防魔族
觊觎无双境，我已经向帝尊请示，将其销毁，所以日后再无其他人打开结界。昭圣帝君的神器李晨，有了它，便能扫清一切迷障了。原来魔族细作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暂时不能封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也对，如此缜密的布防内，魔族细作仍能行动自如。看来这平日里行事定是十分小心。哎，你可有找出其余魔族细作的方法？只需破译传递情报的方式，就能让他们主动上门。这第一案已经有了结果，这第二案，你怎么不猜了？你藏不住话，不需要问。哼，你还真是了解我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，派人暗中细细调查过了。贝琴细作伪装成弥罗宫的仙士，当值期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接触，也没有去过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他们随身之物也都搜查过了，并没有可传递消息的法器。为了隐藏身份，他们自然很慎重。情报的传递，一定是在他们每日必经之地，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。必经之地，无非就是这条天街。这条天街所有的宫灯、砖瓦，一处都没落下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若是我能提前找到这关窍，你就把珍藏多年的那本棋谱送给我，如何？婉清，宫墙上的装饰是否都是五瓣梅？五瓣梅，应该是吧？这我还真没留意过。你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赌还是不赌啊？为了你好，不赌。怎么会有6瓣梅花？上仙陶子气与仙魔两界来往，精通魔族秘药，此物交给他更合适。好。银蛋，汤包好了，快尝尝吧。银蛋，怎么看起棋谱来了？哎，仇人，还不是那个应元小人，天天逼我下棋。我这点小聪明已经快用完了，再不练习练习，恐怕是应付不过来。银蛋，如果你输了，不是就不用干这差事了？你以为我不要面子的？我绝对不能让那小人看扁。于墨，那日你被魔族所伤，我思来想去吧，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做仙士的，可是还是要有些仙法傍身比较好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些低阶仙法的招式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银蛋，我就不用了，别麻烦你了啊，不用教了。你刚刚翻什么白眼啊你？你这嫌弃的眼神，我就感觉很眼熟，很像那个悬心崖的那条小黑鱼。这可不行啊！于墨啊，我要教你的第一堂课，就是作为神仙，我们要谦虚。起来，让我们练习起来。我们的真身呢，是动植物，
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要分五行，我属木，你属水，这个你懂吧？我知道，水润则生木嘛。我忘你。闭嘴！我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。你问我啊，好了，总之呢，万物都有它的灵性，可我们呢，要控制我们体内的灵性。看好了，像我这样啊，顺其而动。哼，刚刚我呢，只是小试牛刀了一把，厉害吧？你的功法真是高超啊！一般一般吧，你也别闲着，赶紧试一试。按照我刚才教你的，第一次蜡烛不灭也不怕丢人，来吧。啊。哼，嘿，挺厉害嘛。啊，还是你教的好。不好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哎呀，我们被结界包围了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就算没有结界，也只有一个出口啊！出去能被撞上，傻呀！躲起来。汤还是热的，他们肯定是躲起来了，给我搜。是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日日来我店内偷吃。等我抓住他，看我不把他炖了。哎，咱好像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先出去认罪。我被抓走了以后，这儿的结界自然会撤。你到时候趁机跑出去。不行，严丹，我们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行了，我是掩血天空的人，就算我被抓了也没事儿。而你不同，你的身份不能被暴露，尤其是太幽阁的人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次能保护自己的。我做事，你放心，好好藏着。来吃饭啊？哼，好巧啊，大胆仙子，竟敢在我店里偷吃！哎，若不是今日撞破严旦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6界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善殿，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善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，实在是失职。是是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善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子怀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严旦偷做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如此之人。我严旦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。我这双手，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。而如今，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。啊，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子怀仙君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帝君，告辞，告辞，走啊，告辞，走了。自保而已。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
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子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使，大诳语，魑魅心识。既然如此，那偃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